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等一等，等我继承了家族企业，你拿的不是100万，不是一台车，也不是一个面包房。跟不可预知的将来比，我更愿意抓住现在能抓住的。按现在的发展，面包房还有3个月就回本，然后就会赚钱，很快我就能往家里寄钱了。这让我感觉到特别安全。我们在一起这3年，你从来不知道我想什么，想要什么。那你想要什么呀？我想要踏实的生活，我想结婚，我想过小日子。可是你永远都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从来没有给过我安全感，让我一点都不踏实。但是白泉让我感觉到了。哎，老婆，怎么还没走？老公，又是你！我警告你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为难我老婆。那个，黄月，你刚才说的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兄弟，之前闹你婚礼是我不对，是我混蛋，啊，给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但是我特别希望你们能过得幸福，我衷心祝福你们能好好过日子。喂，同学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快点来救我，我不想活了。啊？你不是刚刚才到吗？你怎么就被人欺负了？我不管，你快点来，你快来救我。行，我过来。好。来了，你把那个位置发给我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快点。哎，你好 ，C107。哦，好了，扫一下就可以了。好感人的电影，哭到眼睛红肿，一会儿吓到相亲对象怎么办？侯爵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快走！着什么急呀？跟我走。哎呦！别！就是这儿，就是他欺负我，非逼我剪头发。女的啊？对呀。怎么了？你弄女的，我能怎么办啊？让你剪头发怎么叫欺负你呢？还是有个明白人啊，帅哥，跟我可没关系，我没这权利，就是你，你不要敢做不敢认。拜托，剪你头发能长在我头上吗？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是你自己不敢跟导演理论吧？再说了，剪你头发是工作需要，是可以让你更红的，能不能有点感恩之心啊？豆豆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我是好惹的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智荣建设的公子，而且是我男朋友。还有他，
这是他保镖，他会搏击。我告诉你，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臭虫还要容易，是吗？行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个直播，这点击量一定超高。来，播，来。不是，哎，别生，大家好，别生气，咱我是豆豆，今天在我们直播间。喂，你别走啊你别走啊！露露啊，露露啊，你别哭啊，别哭呀，露露啊。哎，露露啊。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？我帮了呀。刚才那个女的，她都那么大声跟我说，她都欺负我，你都不帮我。是那女的是不好，但是你说都是女的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说说她，对吧？那你也不能让她这样欺负我呀。还有，你那个保镖，他不是过来保护我们的吗？他为什么也不说话呢？他们有他们这个行业的纪律，他只能保护我，他只能在我这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才能出手，对吧？他也不是打手，也不能看谁打谁啊。对，他只能保护你的人身安全，我的人身安全就让我自己来保护吧。你的人身安全没受到威胁，你别哭好不好？他都那样骂我了，还没有受到威胁。我不是一上去想把你吓唬他来着吗？但是没想到这没吓唬住，女孩我也没办法多说什么。还要剪我的头发。哎呀，你这剪头发，这不是剧情需要吗？你这不是为了你热爱的工作吗？对吧？还有你们搞艺术的不都为了艺术都能献身吗？对吧？剪个头发。对，我不懂事。没事了，我觉得哥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啊？我听导演的话，他们要我剪多少我就剪多少，剪成光头也没关系。我是个艺术先生了。不是你。我走了。露露啊。哎呀。这都怎么办呢？这是，你在旁边站着干嘛呢？你不过来帮帮忙啊？那小女孩哭的像我怎么着了似的。走吧，开车吧。哎呀，这个方路呀，挺可怜的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方路问题在哪儿？他就是太善良，你知道吧？太单纯。你现在这人，你只要太单纯，就容易得罪人。哦，你老欧什么呀？什么态度啊？我什么态度？我没说什么呀。不是，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好吗？你别老欧，我最怕人跟我欧。你说什么？说他可怜？我不觉得他可怜呀，他长得又漂亮，一身名牌，当网红又那么多人喜欢他，又有男孩关心他，可以为了他一句话往返200多公里，他哪儿可怜啊？是工作上的委屈吗？我觉得谁都有吧，这又不算什么。你不能用你的想法想，你们不一样。她就是一小女孩，你知道吧？太单纯，不是说了吗？她没经历过太多事儿，所以她需要男人保护，你懂吗？哦，怎么又欧上了？哎呀，真是可惜呀。咱要不多拍几张照片，做个留念？不拍了，姐，你剪吧。那我可就真剪了啊！为了红，要对自己啊狠一点。
等会儿啊，不然你给我编个脏辫试试。你觉得导演那儿应该能同意吧？脏辫儿。一定要通过。导演来信息了，怎么说？辨识度很高，通过了，通过了，耶！我不用剪头发了，姐，耶！谢谢你，恭喜你！太好了。说那电影挺不错的，是吧？然后豆瓣评分有8.6，真的？我们一起看。好好好。哎呀，哎，老板，你这是咋了？没事。啊，你肩膀怎么了？你是被打了吗？你才被打呢，没事，不用管我。啊？那我给你按摩一下，来来来，哎，别碰我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好了，哎，你试试。我都跟你说，怎么样？你好像松了点啊。那是，我都说了我很厉害的嘛。还行，你再给我来2下。哎呀，那轻点，你别下手那么粗，你。可以轻点，但是太轻那就没效果了。你来吧。怎么样？还行，挺专业啊。嘿嘿，你这是学过？啊，跟我爸学的。你爸是中医？我爸是兽医。好，那个，你给我倒杯水吧。哦。你爸爸是兽医哈？是啊，我没骗你啊，在我们那儿，我爸可是有名的兽医呢。那些什么猪牛羊啊，生了点小病下不来崽的，全都得找我爸。我爸呢，就骑个自行车，吭哧吭哧骑2、3小时到村民家里。哎呦，这一年到头能骑坏不少自行车呢。那你爸爸还挺伟大。那是。哎，你别看那些小动物啊，可是有些小动物可凶猛了。猪啊、牛羊就还好。有一次啊，我爸遇上一头骡子，那骡子过来要我的时候，就一脚就踢到我，反正我爸躺了1个月才好呢。所以你跟你爸学什么了？啊，哎呀，我这不扯远了嘛。那个，后来我爸因为医术高明，又学了按摩，在我们那儿啊开了一个挺大的按摩馆来着。那你直接说学按摩就得了吗？你这100个字就5个字有用。刚好你给我打疼了，你把我当骡子了。没有，对不起，老板。没事。老板，今天收到一个快递，好像是给你的，我已经给你拿上去了。非常好。你看上回开会之后啊，我回去做了一部分调整，我把原先的这个网壳结构转变成现在的这个网架结构。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。但是如果这个新材料用量没有减少的话，可能这个施工周期和预算还是会有点问题。不会的，现在这个不是一个问题，因为虽然新型材料没有减少，但是它整体结构改变了，它辅助材料变得非常少。现在安装工艺也变得很简单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一来，两边可以平衡，而且工时和工费不会有增加。小韩，哦，你怎么看？我个人觉得呢，小侯总这个想法还是挺好的，不过可能还是忽略了之前那个老问题，就是海城8号这个项目离海岸线不到1公里的距离，海水的腐蚀作用会很强。至今为止，这种新型材料呢，在沿海地区还从来没有使用过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未来的修缮和维护费用会不会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呢？不会，因为我回去我已经仔细研究过这个新型材料的参数啊。
参数证明这个材料在沿海地区不会有一点问题。好了，新型建材上次已经被质疑过了，一个问题不要讨论2遍，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小韩，你说说你的方案。好，不是我这个还没说完呢。你说完了。你说。我这个方案呢，大家请看大屏幕。要去哪儿？回家。偶尔当当逃兵也没什么。你说谁逃兵？你不是因为你爸当众批评了你，所以接受不了？不是，批评我不要紧，但是你要对我有最起码的尊重，懂吗？对我有信任，儿子就能不尊重了吗？可能你的方案做的确实不够好。不好怎么了？不好我得重新做，但是你得听我讲完吧，你不能话不让我说完吧？不跟你说了，说你也不懂，没丈夫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啊？我妈就是啊。得了吧。你看她现在挺优秀，挺优雅，在我小的时候概念里，她就是个巫婆。真的，只要我在家，不管我做什么，她都挑毛病，给我泼冷水。后来我去了训练队，也是一样，不管赢多少比赛，她都说是侥幸，不是实力。都是被泼冷水长大的孩子啊。所以我觉得一直自己都不够努力，我就拼命训练，拼命的参加比赛，直到我带上赢得了第1块金牌，他才对我说：“你很棒。”我那时候才知道，他一直打压我，不是不信任，是希望我更好。啊，怎么样？这样的老妈，给你爸换换？我不换。走吧，回去吧。不回家了？回去做方案呢。那方案侯总不是交给包小涵了吗？他做我还不能做了吗？万一被否定了呢？哪儿那么多废话呢你？哎，你好，是钱小姐是吧？哦，我是。啊，我是马宝南。啊，你好，我是钱钱。你从那边走过来，我就认出你了。啊。身高、体型、相貌，都很完美。啊，谢谢。你这怎么约我来这儿见面啊？来这儿我们做个检查。啊，不是。做什么检查呀？为了我们的孩子的优质基因啊！啊！这别人的孩子都想赢在起跑线上，我的孩子那得抢跑，而且在基因上就得赢，对吧？我带你进去做一个优生优育的检查。如果说有什么遗传性的缺陷啊，我们也不用耽误彼此的时间，你说对不对？这要是没有啊，我们再把一切交给感情。你有这个不孕症，我也没嫌弃你呀。咱不是都来医院了吗？咱可以治啊！你说什么呢？小点声！干嘛小点声啊？都来医院了，号都已经挂了，走，看大夫去，走！你神经病吧？你要相信科学是可以治的。神经病！哎，你别走啊！你听我说啊，过来看病啊！进来。侯总啊，咱们该开会了。开会了啊？哟，到点儿了。刚才财务那边跟我说呀，咱们还有2笔工程运输款都还没到账，这不后天又要发工资了，现在这账上的钱啊不够用。老办法，先向银行贷点款应急。啊，好嘞。哎，侯总，我跟公司的合同呢也要到期了。哟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
你还需要跟公司签合同。那当然了，在我的心里啊，你就是咱们智荣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谢谢侯总赏识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关于合同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没有啊，我什么想法我都没有。哎呀，只要您不赶我走呢，我就好好跟您干一辈子。瞧你这话说，咱们可以签个70年的使用权。使用权不行，终身产权。其实合同啊，并不能真的拴住一个人。就算是我今后退居2线了，我也会让你继续辅佐侯爵的。他身边可不能少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。那是我的荣幸，都听您安排。OK， 以上呢就是我的设计方案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伙儿都说说嘛，这个方案觉得怎么样？那小韩，我就直说了啊，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其实没有比我当时的方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方案设计本身就已经非常的常规了，啊，如果建材再走这个风格的话，那这个项目就没有任何亮点。啊，亮点这个嘛，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，但是因为这个项目它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，的确不太好去创新，所以我还是选择稳妥一点。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但是我对你是没有任何意见的，我也特别欣赏你的才华。我觉得亮点是我们设计的根本，是我们设计的灵魂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我觉得不是小韩的问题，最根本还是我们固化思想的问题。我觉得我们不光应该创新设计，还应该创新我们的思维。如果公司一味的把我们年轻设计师框在一个框里，一味的为了安全不出错，那我觉得很难去创造出什么特别厉害、特别新颖的设计产品。我对这个方案有一些新的看法，要不要听一听？你说来听听。但是首先呢，我要先跟侯总道个歉啊！上次开会是我的态度有问题，确实是我的问题，您别生气。您先看看我的方案，这次方案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，都能给我提一些意见，提一些建议，啊，大家都真诚的啊。如果提出有价值意见的，我个人送一箱红酒，好吧？这是我最爱的。看来非得在鸡蛋里挑骨头了。来，遥控器给我。看没看到啊？我的新方案拿出来之后，大家对我的态度明显改善了。哎呀，哦是什么意思？您为我这个天才的想法欢呼雀跃。我觉得包小韩可能会有点生气了，你不应该跟他解释解释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刚才提建议很不客气啊。开会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那用他的方案我也没生气啊，他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这个人心事比较重，而且初来乍到，还没有完全融入到这个团队里。哎呀，这跟时间长短没关系，对吧？男人你输了就得认，
再说我刚来也没多长时间呢，我都能适应，他一个前辈有什么不能适应的？好吧，我只是建议而已。下午2点吗？改上午8点了呀，昨天晚上就通知了呀。啊？你该不会睡过了吧？其实我也是调了3个闹钟才起床的。不是，没人告诉我啊。怎么会？导演说这次培训特别重要，还请了模特教练来给咱们上课呢，还分组了呢。要不，你去问问豆豆怎么回事吧？昨天就是他通知大伙的呀。对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。明天下午2点的培训改到上午8点，地点不变，特此通告，不要迟到啊！什么呢？哎，马总。哎，我说你呀也太拼了啊！一个有价值的意见就一箱红酒，你让人设计师没活路了。我不喝了。汤是我那么老爸，我要不努力，我就没活路了。多少人羡慕你有那么个金主爸爸呀！马总，你要羡慕我，你去跟他叫爸去。我是没那个命。哎呀，你爸那是真爱你，他为你花钱从来都不含糊。他要是觉得哪个女孩配不上你了，宁可花钱让她走人。不至于啊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没什么呀。我是胡说的，跟黄月。哎呀，怎么公司这个进的茶那么苦啊？我得跟……哎，你回来，马总。黄月跟我分手，是收了我爸钱了是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那回事。你就说一半，你告诉我呗。上回走廊里，我是不是吓你一跳？吃中饭呢？爸，你钱花不完是吧？怎么了？你要是花不完啊，咱们做慈善啊，帮助贫困灾区的儿童，给人建学校，对吧？实在不行给我换车呀！你拿100万去给我前女友让她跟我分手，啊？这事你既然知道了，我还说什么呀？爸，我真感谢你。感谢我什么呀？我感谢你让我看清楚一个人，我感谢你让我知道，真的有人会拿感情和钱去换算，啊！也感谢你让我看清楚了，这个人会因为100万就不顾我3年的感情，卑鄙呀！这事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不靠谱，对不对？你听吗？你不听啊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。
所以我只有用我自己的招。哎呀，我这3年的感情100万就给我打发了。成，谢谢你啊，爸。你现在明白还不晚呀。啊，你说这一个女朋友100万，我这1年到头了，我怕你破产。慢慢吃啊，慢慢吃，拜拜。你臭小子！你到底要去哪儿？找朋友叙叙旧。你到底要去哪儿干什么？必须告诉我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我告诉你了，我去找朋友叙叙旧，听不懂啊？干嘛呀？我去找我前女友，我问一问怎么回事，跟我处了好几年，拿了我800万就跟我分手了，什么情况这是？人家都结婚了，你问这个有必要吗？结婚怎么了啊？我还傻呵呵的跑去找他，人家直接一张请柬甩给我，我一看新郎不是我的名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都翻篇了，好吗？就是你砸我车那天，祸不单行。怎么看人家这气儿不顺呢？我气儿怎么顺？我凭什么气儿要顺？啊，你交男朋友没问题，你跟我分手没问题，你拿钱没关系，这都无所谓。你是不是得告诉我呀？你得跟我说清楚吧。你不能什么也不说，直接把事情都做完之后，回头直接把我踹掉，没这道理吧？钥匙给我。干什么？我开车。袁海象，你把你上次查的那个叫白泉的牙科诊所地址发给我。喂，我这边好了，我现在就出发，现在过来。嗯，好的，一会儿见。黄月啊，怎么又来了？钱都花完了吧？你都知道了，没见过100万，觉得还挺多的，花了才知道，还真是不经花。说的就是你当时也不多要点儿，要个1000万，要个5000万，对吧？还能多买点东西，要个100万什么也干不了，还把咱们3年感情就这么卖了。你搞清楚好不好？不是我出卖了我们的感情。是我放了你一条生路。你的婚姻就是家族事业的一部分，你应该找一个门户相当的女孩结婚，通过婚姻让你的家族事业更上一个台阶，也让你的人生更上一个台阶。这些我永远都做不到。你被我爸洗脑了吧？因为他说的对啊，我不可能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家族大业。我担不起，我害怕。你害怕，你跟我说呀，你问问我的意见，对吧？你不能直接找个老公结婚了呀。这跟他也没有关系，我也不会用他的钱，我只是用这笔钱还了我父母为了供我去美国读书借的钱，然后买了这辆车，租了一个门店，想要开一个面包店。我从美国回来这半年一直没有工作，我一直想要开一个面包店，不是1天2天了。我跟你说过，可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一样。现在女孩今天要开一美容店，明天要环游世界，我以为你开玩笑呢。你要真想要，你认真点跟我说，我能不给你开吗？我很认真的说过。可是你不是说吗？金钱会玷污纯洁的爱情，不是吗？对。但是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生下来就衣食无忧，花钱如流水，你对钱没有概念，但是我有。谢谢你不嫌弃我。在美国这3年，
带我吃好的、喝好的，还带我到处去玩。但是，我更希望命运掌握在我自己手里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等一等，等我继承了家族企业，你拿的不是100万，不是一台车，也不是一个面包房，跟不可预知的将来比，我更愿意抓住现在能抓住的。按现在的发展，面包房还有3个月就回本，然后就会赚钱，很快我就能往家里寄钱了。这让我感觉到特别安全。我们在一起这3年，你从来不知道我想什么，想要什么。那你想要什么呀？我想要踏实的生活，我想结婚，我想过小日子。可是你永远都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从来没有给过我安全感，让我一点都不踏实。但是白泉让我感觉到了。哎，老婆，怎么还没走？老公，又是你！我警告你啊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为难我老婆。那个，黄月，你刚才说的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兄弟，之前闹你婚礼是我不对，是我混蛋，啊，给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但是我特别希望你们能过得幸福，我衷心祝福你们能好好过日子，祝你们幸福。对不起啊。老公，咱们走吧。你说的这个方路，还要用这招吗？这招恐怕不好使。本来不想让他知道，谁知道请走一位，来了一位更次的。这也是难免的。他的条件啊，太好了，人从国外回来，又单纯，关键他不懂拒绝，所以呢，就难免会给那些动机不良的女孩利用上。这是让我最糟心的。想要继承家业，必须头脑清醒，拎得清。像他这种做烂好人的，难成大器。所以你把黄月的事告诉他，那是做对了呀。他聪明得很，虽然嘴上硬，那是跟你要面子，但他心里啊，一定会记住那次教训。其实他说的也没错。没有谁对谁错，是你们价值观不一样。你跟你之前那个价值观也不一样，你说你们也不分对错吗？当然我不该这么比啊。没事儿，知道你心情不好。其实黄月没错，我也没错。要说错那是我爸，有他在，我永远别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生活。侯爵哥哥，你好久都没来看我了，你不理我了吗？哎，咱们找个商场买点东西。好。这哪个好看？帮我选一选。都挺好看的。
就给我这个吧。先生，你很有眼光，这款非常适合这位小姐的气质。别，不适合我，项链听着都会被气死的。适合吗？你戴我看看。我不戴。你戴给我看看。我不戴。我试试。不适合我。看。确实不适合你。是它吧？好的。你说前2天那个方路，咱俩去帮忙，什么也没帮上，搞到最后他也挺尴尬、挺丢人的。就买个礼物送给他，安慰安慰他，让他心里好受一点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这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。我跟你解释，我跟你聊聊天儿，也没人跟我聊天，天天就你跟着我。你帮我拿着，我去那边看看去。蓝总早。早。这个医院跟酒店风格不符，换掉。好的。花太俗了，换成兰花。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？联系过了。人家说呢，武天一几年前就已经辞职了，只留下这一个联系方式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。给我。15分钟以后，各部门经理到我办公室开会。好的。催，就知道催，还不到还钱的日子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催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请问是武天一先生的电话吗？不是。你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武天意的电话。喂，叔叔啊，是我呀，蓝旗呀。谁？蓝旗？对呀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哦，是你呀！哎呀，我以为是骚扰电话呢。现在这个骗子太猖獗了，你看，差一点就凑过去了。哎，是啊是。本来呢，我是想上家拜访你的，但是去了之后那住家换了，您这号码还是您单位的人给我的呢。啊，那个老住一个地方也烦。哎，您没什么事儿吧？一切都好吧？我挺好，挺好的。难得你惦记我。那您明天有时间吗？咱们明天见个面。当然要见了，必须见呀。那个啊，这样吧，我平时也忙，也总不在家。蓝旗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到外面找个地方见一见。那要不然这样，明天晚上7点钟，咱们在民乐会，我请您吃饭，好不好？啊不，我请你，我请你。哎，别客气了，您是长辈，这都是应该的。那好吧，那晚上见。好嘞，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
天下午我们要在海边拍摄，按之前的分组站好。各组人都到齐了没有？我们组到齐了，我们也齐了。那怎么还有一个？快点！来了。这么多人等你一个。哦。你到底哪个组的？我没有组。没有组，那可不行，我给你安排一下啊。我们满了，教练，不需要。教练，我们组也满了，上午不都是安排好的吗？那这么的吧，你先站边上，一个人一组。在接下来的环节里，我们将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瞅瞅人这花团锦簇、莺莺燕燕的，大家可以我说你怎么那么急着跑过来呢？给我急坏了！你看看人家，自己摆造型，然后我们摄影师会抓拍。第2个环节是野外环节，每天绑个在野外环节脸，中，这是我的工作哦尽情的组队，哦，展示出自己的风格。唐璐啊，第3个环节呢？哎，豪杰哥哥！哎，哎呦，你这，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激动干嘛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你啊！真的吗？啊，你快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是我们教练啊，你好，这个是我的侯杰哥哥。哇，好 man 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你们这环境不错啊。嗯。哎，各位美女，各位帅哥，我这小妹妹啊，也是刚出社会啊，也比较单纯。然后呢，平时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大家多担待。我们这次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其实就是锻炼锻炼，交点朋友。是谁啊？我也不认识。有意见，有什么事啊，就来找我，跟我说啊。好贴心，好吧。导演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给你的。跟我的？啊。这是什么呀？哇！侯爵哥哥，你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？你不过生日吗？生日礼物。我生日还有很久才到呢。哎呀，你高兴，天天都是生日啊！生日快乐啊！怎么样，喜欢吧？太喜欢了，谢谢你。哎，方璐，你先在这忙啊，有救援任务我得去一趟。那个你先排练啊，我这有任务，先出任务啊。走了。啊，帮我照顾他啊，谢谢啊，拜拜，美女们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看，哎，芳芳，来，导演，你男朋友能走啊？他是救援队的，现在要去救人，等他救完人，还会再来看我的。哦，你男朋友太帅了吧，露露，你真幸运，你真太幸福了。不就送一项链吗？又不是订婚戒指，这以后啊还不一定怎么着呢。就是，他早就向我求过婚了，订婚戒指，我怕录节目弄丢了，所以才没有带的。等录完节目，我们就去拍婚纱照了。哟，太棒了！行，芳露，下一组你站 C 位啊。真的吗？哎，一定的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去吃婚纱拍婚纱照啊？外景组，对呀，到时候这个去跟拍啊。好的，我们做番外啊。好，去站好 C 位啊。谢谢导演。要注意情绪啊。好，来，你俩没听见导演说啊？他现在是 C 位，快点。好了。来，叔叔走一个，来干一个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11现在在做保镖啊。哦，那真的是很帅啊。要不说咱爷俩有缘呐，咱们都是喜欢有本事的女孩。我是一直觉得叔叔这一个人呐，
他做的职业，这个气势啊，就会反映到他自己身上去。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在做一件特别帅的工作的时候，她的魅力是自己就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。蓝旗，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。这是11的电话号码，他的事儿，你直接问他啊。我不干预，我不干预。哎呀，这事儿这么多年了，始终没逃过你的眼睛啊。老板，哎，你好，先生买花吗？啊，对，但是花太多了，不知道应该怎么挑。那你是送谁呢？干什么用啊？一个老朋友，女孩，单身，很漂亮。哎呀，那别犹豫了，肯定是送玫瑰嘛。那应该送几朵呢？你参照一下那个。那就51朵吧，它正好叫51。哎，好的，那您稍等一下哈。麻烦你。我心中只有你。包小涵，附件里是我大学同学发来的内部资料，资料表明，这哥们儿啊，他在美国做了很多高级酒店的装修装潢，所以内容非常有价值，请小涵过目。在会上是我的态度不好，我的问题，请小涵海涵落款，侯爵敬上。看看可以吗？行。小侯总过滤了，您在会上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，使我茅塞顿开，应该我感谢您才对。回复。没想到包小涵同学也是一个会开玩笑的人，我十分的欣慰。如跟我再有分歧，请包小涵更直接一点。你跟包小涵就不是公平竞争啊！你就像你爸侯志荣，在公司里胡作非为，那叫什么狐假虎威，对，不像样子。你现在自己悟出来不是挺好吗？悟出来是好的，悟不出来不就不好了吗？喂，蓝旗？哦，好，我马上出来。哦，我有个朋友过来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吧。蓝旗，这是你小朋友啊？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有点意外。哦，对了，
来，送给你的。谢谢啊，这也太不好意思了。嗨，跟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别站着，坐那儿吧。真好帅，是男朋友吧？我觉得像是。十一姐，十一姐，你们坐。坐。10年了啊，你倒是一点没变呢。怎么可能？你倒是没这么变。哎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还能怎么找着的呀？找你爸呗。和他见了个面，吃了个饭，聊得不错。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一般吧，就像普通人那样，出国了，上学毕业，然后该工作了就觉得应该回国。以后我就待国内不出去了。也挺好，国内现在机会多，你又有能力，肯定没问题。你呢？我做好吗？挺好的。真的。但是叔叔都告诉我了，你呀，在我面前还有什么好逞强的呢？我回来的不算晚吧？哎，你晚饭什么安排？要不然一起吃个饭？不行，我工作是24小时的，不能连一点休息的自由时间都没有吧？合同期内还真没有。行，我也是猜到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才来这儿堵你的。那个，这合同还剩多久啊？应该还有2个月吧。2个月到期了，要不然你过来保护我？开玩笑了。干嘛呢？十一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哎呦，你要去哪儿？是来朋友了。我老朋友蓝琪，这是我客户侯爵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侯总你好，真是不好意思打断你们聊天啊。要不你们先聊着，我等会儿走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已经聊完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。是吗？那真是，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好，我再给你打电话啊。好，注意身体。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回办公室。哇，十一姐这么大一束，这么大一束花，十一姐这么大一束谁送的？哦，干不干活了？谁送的？喂，老乡好啊。这么明显啊？还不够明显吗？他就算不送花，看你俩那劲儿，也看出来了。啊，这个人还行，比上次裸奔那个强多了。就看一眼你就看出来了？这一眼，不是一般的一眼，这一眼，我看穿了他的内心，他根本不敢直视我的双眼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此人心里有鬼，非奸即盗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远离这种人，这种人太危险了。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别误会啊。你跟这种人相处久了之后，你身上就会有这种气息，这种气息会影响你的人生，对你人生造成伤害啊，孩子。他不是来回来跟你求复合的吧？托你的福。
家还没来得及呢，你就出现了。哎呀，不客气啊。我谢你了吗？你就不客气？你倒真不客气。那他要是真求了，你答应不答应啊？你不会我还没结婚你就先结婚了吧？你得24小时跟着我呀。那你这要是结婚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不能给你这个时间，你24小时不可以离开我的视线。那个，没什么事，我先挂了啊。太操心了这一天，太让我操心了。爸，你跟蓝琪都说了什么？一切。哎，看我给他放点盐。放盐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别让昨天在你伤口。给我闭嘴！讨厌，真是。这搁点盐呢，这花它就活得久，知道吧？好养。哎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来，我教你，是这样的。来，你看啊，这花啊，你得这么，你看斜着剪，哎，这样进去呀，你看，它就容易吸水，而且花就活得久，你多好，是吧？这样对不对？对，斜着，对，是的。哎，他哪儿的呀？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哦，他是做酒店管理的，现在好像在管几家度假酒店。哦，这工作还不错。这男人呐，那就得有自己的事业。这多大了？30出头。哦，年龄也蛮合适。他懂事了，成熟了，就懂你，多好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数过这花，你猜有多少朵？这一共啊，51。叫我干嘛？我说有51朵玫瑰花。那小心眼儿，这小次郎，这多少年前我就玩剩了，现在好意思拿出来？我跟你讲，这事放我都不好意思这么干，矫情，土死了，真是。叫51就送51朵呀，那叫250怎么办？你说？讨厌，你才250呢，讨不讨厌你啊？人家土，这老土才管用，你呢？你都不会这老土，那你来点洋的。行，别插了，拿出去，看着就烦这花。你不想看，你出去。我出去就出去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就高兴吧啊！女人都是被这种小破事给骗了的，慢慢后悔去吧，你以后。还小伎俩，你会吗？小伎俩。别跟他计较了，他就与长不大的孩子似的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，哎，操心。我跟你说啊。我已经跟导演商量好了，导演觉得特别好，要给你加一个番外篇。然后呢，其余的事儿呢，你就好好跟侯爵聊聊吧。真的呀？那就太好了，Mary 姐。哎，你快多吃一点啊。行。可是，我要怎么跟侯爵说啊？你就跟他说，你等会儿。让方小姐给我们做品牌代言的事可以考虑。美梦成真公司的郝董事长谈成了，年入100万不是梦。100万！我的天啊！太酷了，Mary 姐，我是要行大运了呀，好事成双啊！太酷了，Mary 姐。过几天啊，我要去迪拜商务考察，能不能安排方小姐一起去啊？费用我们包了。我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儿。商务考察？啊，他以为他怎么想的就他知道，别人不知道呀。
我才不会去呢。哎呀，怎么啦？啊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年入100万不要了？但他这个色狼，他能做出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啊？再说了，要是让侯爵知道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你看，你这还没结婚呢，你怎么就……我为了你这些事儿，我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，是不是？给你到处对接资源，好不容易吧，咱们弄了个网综，然后这咱们谈了个代言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啊，你的好说不去不去了，那你说，那我的损失你怎么赔偿？那你说多少，我赔给你就是了。行，咱们就算算啊，咱们就单算美梦成真的这一单代言，你就按100万算，然后我占60%，那就是60万，拿钱吧。哪有这么多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，大小姐，你可能是不太了解这个代言的这个行情啊，说不定我还说少了呢，要不然你试试啊。那就等我跟侯爵结婚了，我再付给你。你看看吧，万一你们俩结不成呢？万一他要是知道你以前那点破事儿呢？人呀就得2条腿走路，是不是？哪有到手的钱不挣的呀？放心吧，反正我这个人呢，就是有饭吃，我就没有闲嘴乱说啦。这个菜好吃啊，你过来尝点啊。我现在就发微信啊。哎呀，看什么呢？给我看看。跟你没关系啊。给我看看。看什么呀？跟你没关系，不能看。一旦有跟人说坏话怎么办？哎，燕贝。哎呦，哎呦呦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啊，这什么时候的照片？上大学的，别看了。啊？怎么看不出变化呢？说明我年轻啊。这么多年照片还留着？南七发来的。嘿，我就知道是他。这种套路过时了已经。你那时候笑得多开心啊，看着就喜庆。你看你现在，天天脸拉得比谁都长。年纪大了呀，没办法像以前那么笑得没心没肺的。哎呀，我要是那时候认识你，我应该对你态度好很多。你幸亏没那时候认识我。我大学的时候可是练的散打，遇到你这么讨厌的人，我肯定就楚楚打他了。你一个女生，天天张嘴闭嘴打这个打那个，大家都犯法不知道啊？法治社会了好吗？没错，所以以后啊少打架，早点休息吧。露露呀！你们终于来了。哎，这就开始拍了啊！对，对不起，请不要拍我。哎，这样，摄影老师，要不然你们先去楼上准备，我把情况跟他介绍一下，这就不用拍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先去准备。谢谢。这干嘛呀？这样？很简单的，你就帮我挑一下婚纱就行了。啊，挑婚纱。对。你们
们这姐妹挺奇怪的，哪有哥们儿给挑婚纱的？不都是未婚夫挑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不过导演说了，他就是想拍一下，记录一下我对未来婚姻生活的向往。拜托了。这跟我向往不着啊！走走走走走。走，上去了。很多明星都找我们买婚纱、办婚礼。如果你需要定制名设计师的礼服，也可以通过我们，我们都是一条龙服务的。哎，你也是明星吧？来挑婚纱，还有摄制组跟着。啊，我不是明星，我就是个新人。我能和你们2位留个合影吗？你们拍别带我，我不爱拍照。哎呀，可以，拍一张就拍一张。不好意思，帮我们拍个照片好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来，看这里啊，1、2、3。哎，头低一点。1、2、3。谢谢。我们到上面参观。好。师姐，这是你要的婚纱？对，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何洁，你看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你们的试衣间在哪里？我想试一下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哎，2位，你们慢慢看啊。你们去，你们去。那我先去了，小心。这是名设计师做的。拍了对着我不太适应。兄弟，你稍远一点，我太难受了这样。哎，就我挑，这多奇怪，你说？那你跟你那老相好挑婚纱了吗？这么多婚纱，你还没挑花眼啊？问问嘛，这我不会挑啊。这家是不是更适合咱俩家？哎呦，挺沉。拿给放住吧。你去那儿拍着你呢。更衣室我去干嘛？你去。方小姐，你真的太漂亮了，这个婚纱就像给你量身定做的，是吗？嗯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真漂亮。方小姐，您电话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接个电话。啊，好的。方小姐在里头换衣服，谢谢。喂，Mary 姐，我昨天想了一晚上，我真的不想去迪拜，而且我觉得侯爵人真的很好，我也想好好认真的跟他发展下去。万一这事儿被他知道了，他可能连朋友都不会跟我做了。啊？那老家伙是疯了吗？他怎么会给这么多钱啊？谁？侯菊让你试试这件衣服。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？喂，Mary 姐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？我不记得了都。不是，我怕是被侯爵那个保镖给听见了。他刚才就在外面，我都不知道他听见什么了。我哪知道他会借着送婚纱来偷听我打电话呀？这可怎么办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要不你俩坐会儿，歇会儿啊？没事没事，我们这应该的，工作需要。不是你没事，我挺难受的这样。啊，
啊，没事没事，不是。你们这节目准备什么时候上？应该快了吧？具体时间我也不清楚。哦，对，你们这是番外篇。哦。那我说你们这个弄得挺奇怪，哪有这个叫朋友来帮选婚纱的？那不找事儿吗？什么朋友？你不是他未婚夫啊？什么未婚夫？朋友？那可是方璐说你已经跟他求婚了，而且很快就要举办婚礼了。导演为这事儿还特意安排了今天的拍摄。如果不是真的，那这麻烦可就大了呀！别闹了，我没闹啊，哥，全剧组人都知道，真的。未婚夫啊？对啊，我跟他。对啊，方璐吗？方璐老师。这什么呀？你们这别拍了，这开玩笑一样，这什么的瞎整吗？这不是？走，11走了。哎，别走呀，别走呀！你不跟方璐说一声？瞎闹，这不是骗人吗？这不是？别走了。怎么走了呀？导演打电话呀。哦，对。喂，导演，我们被骗了。嘿。对。哎。好。啊，他们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你为什么呢？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要结婚的事儿。方璐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你在这遛傻小子玩呢是吗？啊，人还没红就开始骗人了，你胆子真不小啊！他们知道？你听我说，这样我让 Mary 给导演打电话解释清楚这件事情。谁打电话都没有用了，方璐，导演让我正式通知你，你已经被节目组除名了。哎，你们别走呀！他们怎么走了？方小姐，不拍了吗？方小姐，我这肯定生气了。方小姐，完了！哎，方小姐，哎，方小姐，你别这样啊！这还有好多顾客呢，方小姐，你快起来呀！方小姐，快起来呀！食堂的饭也太难吃了啊，难吃的要命。咱们公司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面馆啊？我爱吃面。有啊，楼下就有家重庆小面，特别好吃。楼下我怎么没看见过啊？就在斜对面。那明天带我去啊。好啊。喂，Mary 姐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不方便，我现在说话相当不方便。你不方便我也得说，我换好婚纱出来，就发现侯娟已经气冲冲的走了，还不知道跟导演说了些什么，害得我被栏目组给赶出来了。怎么办啊 ，Mary 姐？我想肯定是他那个保镖在更衣室偷听了我们俩打电话，一定是他告的密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万事开头难，开了头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往后越来越难，是吧？你刚开了个头，这点困难算什么呀？哎，你不要着急，这样啊，明天我一早来找你，有我玛丽姐在，你心就放肚子里吧啊。好了，别啰嗦了，大姐，我正聊事儿呢，你未来的大事儿我都为你操心啊，天天的啊，行了。喂，各救援队成员注意，各救援队成员注意，有山友失踪，救援队马上集结，救援队马上集结。来，大伙都过来一下。典礼。这是这片区域的地形图，根据救援指挥部的安排，公安部门负责搜救这一块 A 区，武警负责 B 区，我们配合搜救 C 区。
失踪者是艾山，男，36岁，电视台编导。他最后一次和家人取得联系，大约是在6小时之前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他的照片还有他的行动轨迹，我们都已经发到了大家的手机上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今晚天气情况比较复杂，注意安全。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。好，出发！出发！出发！队长，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失踪者的妻子非得来不可，孩子才5岁。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谢谢你了，求求你了。大家注意脚下，不要踩空，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。是艾山，是艾山。珊珊，大家注意脚下，注意安全。珊珊，看脚下啊，注意脚下。